乌龙茶茶包轻易品茗，用茶包走遍世界各地茶香之旅，4要诀选购眼花缭乱茶包。在喧嚣的都市中，我们总是追逐着忙碌的步伐，疲惫的身体和心灵渴望一处安宁的避风港，寻找一份宁静与舒适。而这时，一杯乌龙茶便成为我们心中的小确幸。乌龙茶源于中国，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每一片经过精心制作的茶叶都承载着茶农的心血和智慧，以及土地的滋养。而现代的忙碌生活，茶包成了一趟穿越世界的茶香之旅。随着茶包的普及和运送便利，我们可以轻松地品味来自世界各地的茶香。欢迎来到舌尖上的台湾乌龙茶茶包专题。哈哈哈，故意玩了一下文青风的梗，是因为有在喝茶的朋友或是卖茶的商家们，应该而已啦，会不太喜欢割茶包卖茶包。相较于散茶，就是泡在茶壶的那种一颗颗的乌龙茶，那才是正统喝茶的茶叶啊。喝茶包卖茶包总觉得 low 了点，等级低了点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出来呢？明明茶包才是流传最普遍的啊，还是喝散茶的朋友们在自命清高啊？先别这样反树立标签，让我来跟你说说茶包的故事。茶包的里面茶叶，有些制茶厂是用筛选一颗颗的散茶后，所剩下的碎碎粉末放进茶包里。有些制茶厂是在整理完散茶后，有小颗的散茶再拿去碾碎后放进茶包。有些制茶厂再拿小颗的散茶放进三角立体茶包里。无论是怎样的做法，茶叶在接触空气后很容易吸收到附近的味道，也会加速茶叶氧化速度，造成常常听到的茶叶走味。所以所有的茶包可以说都是走味茶。走味茶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茶包的茶叶会做的焙火味、发酵味重了点，让你喝到焙火和发酵的韵味，可能会少了些台湾茶友们最引以为豪的森林味、兰花味、新鲜芭乐味和胶质等等。有兴趣多了解什么是森林味、兰花味、新鲜芭乐味，可以来看看这支影片。去有点远的地方探索梨山乌龙茶，茶叶界的 AMS、LV、GUCCI 3产区揭晓，再抽空到梨山走走哦。用茶包走遍世界各地茶香之旅。有了茶包这样方便的喝茶方式，让全世界都能轻轻松松喝到全世界的茶。以全世界前10名的产茶国家，有一半的国家皆有设立品牌，在全世界贩卖。第10名，日本。最有名的是煎茶、抹茶，国泰楼品牌最为人熟知。第9名，阿根廷，最有名的是马黛茶，被誉为阿根廷国宝、绿色黄金。Resa Malt
品牌最为人熟知。第8名，印尼，生产的茶以供应利顿为主，自家人的喝茶风气不盛。第7名，伊朗。第6名，越南，产茶也是以外销为主，自家人的喝茶风气不盛。第5名，土耳其，最有名的是热红茶。还曾有新闻指出，土耳其人到台湾旅游，看到台湾人喝冰红茶，感觉太不可思议了。快酷品牌最为人熟知。第4名，斯里兰卡。第3名，肯亚，产的茶大多供应给英国茶商做红茶之用，自家人的喝茶风气不盛。第2名，印度，延续英国人的习惯喝红茶。Brook Bond 品牌原为英国人拥有，在西元1957年 Brook Bond 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公司，应占据英国和印度茶的1/3产量。目前该公司被联合利华合并。最有名的 Bourbon Red Label 是一种印度生产的茶，还有其他产品由从肯亚或其他地区的茶叶制成。第1名，中国，最有名的茶有普洱、白茶、乌龙等，族繁不及备载，可说是自产自销并驾齐驱。中茶 China Tea 品牌最为人熟知，真是完全把国家名和茶名挂在一起啊！虽然中国茶的产量第1名，喝茶的人口看似也蛮多的，不过在国际茶叶委员会 The International Tea Committee 一个国际组织，做了一个全世界喝茶人口的调查，以国家为单位，第1名土耳其，第2名爱尔兰，第3名英国，第4名俄罗斯，第5名摩洛哥，第6名纽西兰，第7名埃及，第8名波兰，第9名日本，第10名沙烏地阿拉伯。跟你的想象一样吗？据说当时中国喝茶的茶友们看到这份调查，难以相信这个事实，中国竟然没有在前10名，而且中国还是茶叶的起源国，产量也是全世界第1名，意难平啊！就有人挖出该调查的数据来找问题。国际茶叶委员会该次算的是人均，中国人口多，在计算人均难免吃亏。排行下来，中国排在第19名喝茶人口的国家。当然，台湾的人口少，根本排不上排名啊。但身处台湾的我们，也要来说说，台湾最有名的是乌龙茶，天人茗茶品牌最为人熟知，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喝到全世界的茶包，跟在品尝茶包的同时，感受产地的阳光、空气、水，那是滋养茶包内的茶叶所制作出来的。茶友们常说，从喝到茶汤的同时，就能知道是哪个山头，也能套用在茶包上哦。跟着我们一起喝茶包游世界。4要诀选购眼花缭乱茶包：1. 茶叶品种； 2. 茶叶形状； 3. 包装样式； 4. 品牌选购。1. 茶叶品种，
全世界的茶有100样种，可以先选择你比较好奇的哪种茶来喝喝。乌龙茶、银针、绿茶、红茶、抹茶、毛尖、岩茶、普洱茶、高山茶、铁观音、买袋茶、白茶、岩茶、龙井、煎茶、碧螺春、香片，还有各式花茶。如果太难选了，那就选名声响亮的，像是英国品牌 Witcher 红茶，虏获许多年轻人的味蕾。2. 茶叶形状。茶包内的茶叶有粉末，有整颗球状，可能也有长条形的或是花草样子。有人说，整颗球状的茶叶放进三角立体茶包，能够在冲泡茶包时将茶叶完全展开，即喝得到茶叶本身的原味。在选购时，茶叶的形状会是厂商卖点，会写在包装上明显地方。3. 包装样式。目前茶包的包装应就分为平面和立体，暂时没有其他的包装方式。但立体茶包相较于平面会贵一些些，选购时可以一并考量到价钱和包装。要说立体茶包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喝，我们想要真诚说一句，如是已经压成粉末，被放在平面或立体都没有差别。茶叶粉末很容易在热水冲泡后就有茶味跑出来，所以不用迷思立体茶包，要看茶包内装些什么。4. 品牌选购。因为茶包的销售能力很好，几乎每个厂商都会推出自家的茶包，才变得眼花缭乱。全世界最有名的茶包非立顿莫属，全球一年卖10亿欧元，折合台币约330亿，折合美金约10.8亿。原是英国茶叶品牌，现为联合利华牌子下的子公司。在台湾也有在地化的高山茶茶包、洞顶乌龙茶、东方美人茶，皆是采用台湾的原料所制作的三角立体茶包，并命名为明贤情。除了立顿外，台湾企业最喜欢的是天人茗茶。平面的茶包价格低廉，是放在茶水间给员工最好的福利。上班族的你也有同感吗？看完全世界的茶包，你最想要喝哪个国家的茶包呢？感受哪个国家的阳光、空气、水呢？请与我们分享。